男人挑战在野外生存100天，只要不离开红色的圆圈，就能赢到50万美金。如果受不了折磨出了圈，就注定和奖金没有缘分。大叔激动地踏进红圈，一所房子从天而降，正好落在了圈子里。里面的衣服和食物是他生存100天的物资，如果提前吃完了，剩下的时间只能饿着。他和家人一一道别，大叔自信地表示，等他出圈时就会变成百万富翁。但是人是群居动物，没有陪伴，没有手机，没有互联网，他能挑战成功吗？兴奋的第一天很轻松就过去了。第二天他准备整理一下物资，以确保他在100天里衣食无忧，大部分都是加工食品，如果贪吃的话，估计连50天都挨不到。但是最困难的还是孤独感，他必须克服心理这一关才能挑战成功。第3天大叔准备种植一些蔬菜，不经意间差点碰到了红线，这才意识到活动的空间很小，这要是碰一下肯定会后悔一辈子。于是他用木头围成一个圈，时刻提醒着自己。第5天的时候，主持人来看他，发现桌子上有一块剩菜，你也太大意了，这一块可能是你第100天的食物。大叔啊呜一口放进了嘴巴里。主持人没想到大叔竟然很自律，他总能找到打发时间的方法。很快就到了第10天，主持人从监控里没有看到大叔，还以为他逃跑了呢。显然是他想多了，谁会放弃这么多奖金呢？见到一个大活人，大叔很开心，下一秒就被泼了冷水。主持人告诉他下个月才会来看他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大叔很无奈。第11天，他开始建造自己的农场，把植物挪来挪去，再种一些土豆，过几天就能吃到地瓜了。大叔看着像山一样的奖金，幻想着以后的美好生活。但是天公不作美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他只好回到了房子里。外面在下雨，里面也在下雨，大叔只能安慰自己睡醒就好了。很快就到了第16天，主持人带着2个小助手来看他，二话不说就爬上了人家的屋顶，然后开始搞破坏。不是自己的房子，想怎么拆就怎么拆。大叔看着一地的狼藉，竟然莫名的有些高兴，欢迎下次再来拆家。一个人得有多孤单，才能有这样的想法？无人问津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。第25天时，主持人在门口搭建了摩天轮，奖励大叔完成了比赛的1/4，让他放松的玩一天。久别的热闹让大叔很开心，只是这种热闹过后，又恢复了漫长的孤独，让他更加想家了。唯一能让他放弃比赛的也就是孤独了吧。30天过后，大叔担心食物不够，把之前的剩菜剩饭做成大杂烩，又吃了1天。大叔表现得很淡定，他慢慢适应了这种生活。第39天时，主持人带着他的3个孩子来看他，大叔很激动，他终于见到了家人，也有了更大的信心，坚持下去才能给家人更好的生活。很快就到了第50天，大叔完成了一半的挑战，主持人拿来10万美金，如果现在出圈就可以得到它。大叔果断放弃了。那15万呢？如果是40万的话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你疯了吧？既然你要坚持到底，那就上节目吧。几十个人的乐队围了上来，而且还要整夜的演奏。大叔这下不孤单了，吵闹的音乐声陪伴他入睡，激情过后又恢复了平淡，他依然还是一个人。第55天时，主持人在他门前放烟花，噼里啪啦的声音让大叔觉得很吵。既然你嫌吵，那我们再也不来了。大叔突然就后悔了。而接下来的1个月，当真一个人影也没有。大叔无聊的在门口挖了一条河，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情，让他身心疲惫，吃什么都没有胃口，只想躺在床上睡觉。第85天时，主持人终于来了，不知道大叔还活着没。久违的敲门声让他很紧张，双手不自觉的颤抖。好久没见人对他影响这么大，体重还减少了20斤。主持人很佩服他的毅力，但是最后的10天就不会那么安静了。在第90天时，主持人带来了很多工人，他们要把房子切开2半。不敢相信，房子就像蛋糕一样，真的被切开了一半。厨房和卧室立马变成了露天的。大叔好像不担心。第92天时，主持人拿来了一张25万美金的支票，现在出圈就可以拿到。大叔还是拒绝了，坚持了那么久，他不会轻易就放弃的。而小助手却彻底释放自我，把窗户都砸破了，看你晚上冷不冷。尽管这样，大叔依然不放弃。第96天时，他们把100个音响围着房子放一圈，吵闹的声音瞬间把他包围。就这么几天了，说啥也要撑下去。第98天时，主持人找来10个小丑，让他们彻夜守在房子周围。惊悚的外表再加上寒冷的夜晚，大叔只觉得后背发凉，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。很快只剩下最后24小时了，主持人直接叫来一辆吊车，开始肆意的破坏房子，直到砸开了房子的屋顶。这一晚，大叔要看着星星睡觉了。到了第2天早上，时间还剩下20分钟，主持人布置好现场，在100个人的倒计声中，大叔走了出来。主持人宣布他挑战成功了，让他放心的走出红圈。大叔终于踏出了自由的一步，赢到了50万美金。不敢相信，如梦一样的100天终于结束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挑战成功吗？这是一间连老鼠都害怕的房子，只要在里面住上1天就能赢到1万美刀。地板上是黏糊糊的胶水，冰箱里的食物也可以拉丝，
就连天花板都在下着淅沥沥的小雨，所有看到的一切都被涂满了胶水。这么魔性的房子，小伙能挑战成功吗？猴子看着陌生的房间，小手碰到的地方都是胶水，不但很黏，脚下还很滑，他只能一直移动保持平衡，这要是摔倒了，一身的猴毛可就保不住了。1个小时后，猴子打开冰箱找点吃的，里面的食物也被涂上了胶水，好不容易拿出来1瓶油，再拿出1瓶可乐，手套就被粘坏了，这也太黏了，想喝可乐是不可能了。猴子准备做点饭吃，意外找到了备用的手套，他把食用油打开，只要涂在手上面，就能隔离开胶水，双手果然舒服多了。他找到1颗鸡蛋，把它粘在天花板上，下面再放一个平底锅，不用双手也可以开鸡蛋了。虽然看着好玩，但这肯定不能吃，就连桌子上的水果也被洒满了胶水。节目组告诉他，只要玩1次平衡板就能拿到食物，平常很容易完成的动作，在这里竟然这么难做。猴子试了好几次都没能站上去，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先把2只脚放上去，再慢慢站起来，果然成功了。猴子得到了美味的食物，手上沾满了胶水，还是直接上嘴巴。厕所里面也有胶水，只是这纸巾应该怎么用呢？吃饱喝足以后，猴子准备看会书，贴在墙上正好解放了双手，就连灌篮的时候都不用担心球会找不到。这么黏的墙壁能不能粘住人呢？猴子自娱自乐玩得很开心，他把能扔的东西都粘在了墙上，竟然莫名的很解压。再来1个俯卧撑，把他累得不行，衣服差点没粘掉，实在太累了。剩下的时间他准备躺在沙发上，但是躺下容易起来难，算了，还是躺着吧。很快1天的时间结束了，这么难的挑战，猴子竟然成功了。封闭的大门打开，猴子激动的哭了，估计他再也不想看到胶水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让你待在胶水房子里，你最想干什么呢？这2个大小不一的箱子里有2个人，谁先逃出来就会拿到10万美金。大叔选择了小箱子，黄毛选择了大箱子。大箱子四周都是铁皮，且只有1个窗口，外面还缠上了铁链。小箱子四周则是木板，大叔在里面转个身都很困难。挑战开始，主持人转动罗盘为他们选择了第1个工具，是2把锯子。小箱子用小的，大箱子用大的。大叔看了一下锯子，上面的齿痕来划木板应该不错。大叔试着来回滑动，真的划出了一条深缝。再看黄毛那里，这种锯子滑动铁皮时，只能留下刺耳的噪音，并没有损坏一点。急得黄毛在里面乱敲，外面的主持人都看不下去了。然后又转动了罗盘，为他们选择了第2个工具，是2把撬棍，还是一样。大叔用小的，黄毛用大的。黄毛拿到撬棍以后，直接放进2片铁皮的中间，使劲撬那块连接起来的铁皮。他一使劲真的撬掉了1颗螺丝，然后他挨着螺丝开始往下撬。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连接的那块铁皮终于被他撬了下来。黄毛笑出了猪叫声，接着他又开始去撬那块大铁皮。再看大叔这边，他拿着撬棍在找撬点，小箱子的边缘没有一点缝隙，他还是觉得从划出来的身缝里找突破口。他把撬棍塞进缝隙里，试着撬了几下，真的撬掉了1块碎片。大叔很开心，继续在老地方接着撬，又撬掉1大块，但是木板的外面是一层铁皮。大叔没有停止，几次发力以后，很快撬开了1个大缺口。再看黄毛那边，那块大铁皮还是纹丝不动，外面的主持人已经为他们选择了新工具，是2把钳子。但是黄毛拿到钳子以后却丢在了地上，他还是觉得撬棍比较好用。他在铁皮的周围撬了个遍，终于可以将铁皮撑起。然而大铁皮的外面则是木板。黄毛用撬棍继续撬，镜头回到大叔这里，他用钳子撕掉了1小块铁皮，然后配合着撬棍使用，终于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了。这时主持人又为他们选择了新工具，是2把锤子。大叔用小的，黄毛用大的。大叔拿到锤子以后，开始使劲砸铁皮，再用撬棍撬开1个口，然后用钳子撕掉周围的铁皮，通往外面的出口就出来了。但是外面还有很多铁链和绳子，大叔决定先用钳子夹断周围的铁丝网，然后再用锯子锯断铁链和绳子。绳子很轻易就断了，但是铁链却没有一点损坏。他又继续用锤子。再看黄毛这边，外面的一层木板已经出现了缝隙，然后用撬棍破坏掉上面的加固螺丝，接着用脚撑住木板。这时1个大缺口出现了，他试着往前移动，慢慢从缺口处钻了出来。黄毛成功逃脱了，而大叔现在却只露出1个头。恭喜黄毛挑战成功。如果是你，会选择大箱子还是小箱子呢？下一个100万挑战，从100层厚纸板里逃脱。3个人同时藏起来，只要最后1个被找到，就可以赢得5万奖金。隐藏的方式自由发挥。大叔决定藏在沙发里，黄毛决定扮成假人模特，而老李则选择与大地融为一体。藏身时间只有半个小时。老李找到1件棕色衣服，然后喷上胶水，再均匀的撒上些泥土，1件隐藏的衣服就做好了。再看大叔，竟然拆开了家里的沙发，然后在坐垫上挖开1个口子，
他把头塞进去试了一下，大小正好合适，然后再把抱枕割开一个洞。做完这一步，他躺在沙发上，让工作人员帮他整理好伪装现场，接着再套上这个蓝色的抱枕。还有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要把脸涂成和抱枕一样的颜色。这一波操作下来，让大叔很自信，情不自禁给自己打了满分。再看黄毛这边，已经穿上了假人模特的衣服，不得不说黄毛太有才了。当他不动时，和那些假人模特一模一样，让人很难发现。再看老李，已经把自己埋进了土里，为了更加逼真，还特意在脸上撒了些泥土。三个人都已藏好，这边的寻找人员大胡子也收到了指令，他径直来到了房间，开始仔细的寻找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大叔和黄毛两个人还在低声聊着天，老李竟然在外面睡起了觉。看到大叔的表情，忽然想起一个动画人物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大胡子找了半天，在经过沙发时拿掉上面的抱枕，竟然发现了一只手，然后他赶紧去抓那只手，直到把沙发推倒，才发现了大叔。他成功抓到一人，接着向黄毛那边走去。他翻了翻黄毛下面的箱子，又翻了翻黄毛上面的箱子，就是没有发现黄毛。在找了一遍后，竟然离开了这里。睡了一觉的老李醒来，发现周围一点声音也没有，难道比赛结束了，把他忘记了吗？当他喃喃自语时，忽然听到了声音，原来是大胡子来到了外面。他找了下草丛，又找了下树林，在老李的头上经过了2次，都没有发现他。在找了一圈无果后，他又火速跑回了房子里，决定再仔细找一遍。很快来到假人模特那里，挨个摸了一遍后，又摸了一下黄毛，这才发现了伪装的黄毛。这时助手提供了一条线索，最后一人在外面。然后大胡子赶紧跑到外面，仔细的寻找着。在上坡途中，忽然发现了埋在土里的老李。坚持到最后的老李赢得了比赛。如果是你，你会装扮成什么呢？500斤的糖果中藏着一颗大钻石，只要在1小时之内找到它，就能把钻石带回家。使用的工具只有一把凿子。3个人轮流去开大糖果，把掉落的渣渣装进木匣子里。每次装满都会获得新工具，一个人负责砸，2个人负责捡。很快木匣子就装满了一半。主持人拿来一把小刀，而他们却想要展柜里的大刀。主持人告诉他们，打开更多的糖果你才会得到它。他们只能继续开采。时间过去了5分钟，这么大的糖果几乎没有缩小，但是嘎嘣脆的渣渣一直在掉落。他们不停地收集，眼看就要装满了。老王赶紧再添一块。这次的工具有2个选择，一边是3把锤子，一边是1把榔头。他们果断选择了3把锤子，拿到手里才发现竟然是橡胶锤，砸在糖果上就像在按摩。3个人朝着同一个目标发力，结果也是一样的白搭。而主持人却把木匣子换成了新的，洞口也变成了小的，大块的糖果是进不去了，他们只能砸得碎一些。小黑砸碎糖果，老王和大壮2人往里面装，橡胶锤子几乎一点作用也没有，他们只能捡一些地上的渣渣，东拼西凑，终于把木匣子装满了。这次的新工具是1把榔头，铁榔头果然很好使，差一点把捡糖果的小黑砸懵了，估计是他太黑了，大壮还以为是巧克力呢。时间过去了15分钟，大糖果的边缘被砸开了很多，他们又装满了一个木匣子，新工具就藏在保险箱里，想拿到只能去开保险箱。铁质的大门非常结实，他们使劲砸都砸不开。大壮很快想到，可以用榔头的羊角撬开铁皮，周围的钉子钉得很结实。大壮别开上下几颗钉子，把铁皮砸扁，里面是一层木板，还好不是很厚。大壮很快就砸开一个洞口，老王的小手伸进去，拿出来一个铁疙瘩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砸在糖果上还挺好使，碎块哗哗的往下掉，必须加工碎一些才能装进木匣子里。时间还剩下30分钟，大糖果被砸开了1/5。等木匣子装满，主持人又拿来了新工具，糖果做的手套。用糖果砸糖果，你是在比谁更甜吗？家伙看着是很大，却起不到什么作用，很轻易就被用坏了。而主持人却一点也不心疼，看来他是故意拖延时间。但是靠着捡地上的碎屑，他们再次装满了木匣子。新工具是一个棒球棍，大壮只砸了一下，双手就被震得发麻。老王接过来继续砸，大壮只能去装木匣子。3个人的完美合作，很快又装满了木匣子。这次的工具是1把镐头，用来开采糖果特别好使。时间还剩下20分钟，大壮和小黑轮流去砸，老王马不停蹄地收集碎屑。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他希望可以拿到更厉害的工具。只剩下15分钟了，木匣子再次装满，主持人拿来了雷神的锤子，大壮竟然拿不动，老王很轻易就举了起来。怎么还挑人呢？原来锤子是假的。接下来主持人让他们自己选工具，小木牌滚到哪里就选哪个。老王的运气不太好，他选到了橡胶锤，小黑选到了大锤子，大壮选到了铁疙瘩。老王决定收集碎屑，让小黑和大壮2人砸糖果。时间在1分1秒的消失，小黑使出了全力，糖果被砸开了一半，老王也装满了木匣子，工具立马升级了。他戴上头盔，挥舞着手中的大斧子，
一边锤子一边斧子，大壮显得格格不入。老王见状，直接砸开了展柜，拿出里面的双刀。大壮又恢复了自信，地上掉落的糖果越来越多。三个人一起去装木匣子，果然人多力量大，他们很快就装满了。这次的工具是一把大镐头，拿到了趁手的工具，大壮更加卖力了。但是时间只剩下2分钟了，糖果被砸开了一大半，还没有找到钻石，他们能挑战成功吗？三个人轮流去砸，一刻也没有停歇。时间只剩下1分钟了，大壮的镐头垂直往下砸，只听见嘣的一声，他砸到了玻璃盖子，掀开一看，露出了里面的大钻石。他们挑战成功了，找到了大钻石，三个人将一起平分奖励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什么工具才能快速打开呢？3吨的混凝土里有一颗大钻石，谁先拿到它就有100万奖金。这里面还有很多小钻石，一个蓝色的重量有1克，一个绿色的有5克，一个红色的有10克。收集到的钻石到达一定重量时，可以购买新的工具。这次节目组只做了2块混凝土，介于2个人的力气没有1个人的大。大壮选择自己用1块，而四眼和老王合用1块，但是他们的成绩是分开的，所以想要拿到100万奖金还是要靠自己。开局的工具每人1把榔头，3个人都在围着石块的边缘敲击，果然有棱角的地方容易破碎。大壮很快得到了4颗蓝色钻石，他赶紧去找主持人兑换，但是主持人告诉他还差1颗，不得已他又回到石块那，用嘴巴狠狠地咬下来1颗，重量达到5克，他可以兑换新工具了。大壮选择了棒球棍，主持人告诉他，钻石的重量是累积的，但是你必须得到1颗绿钻石才可以解锁下一个工具。大壮拿着棒球棍使劲砸向石块，大壮试了几次，那棒球棍没有一点破坏力，还是选择了接着用榔头。这时老王也前来购买新工具，主持人扔掉损坏的蓝钻石，正好还剩下5颗。老王说想要那个铁球，主持人拿给了他。这时四眼也跑了过来，丢进去2颗，主持人又给他拿了出来，他又放了进去。好吧，先存在这里，但你还差3颗才能解锁新工具。然后四眼赶紧回去敲击石块，四眼拿着榔头使劲敲打石块，很快拿到了3颗蓝钻石，加上之前的2颗，他也可以兑换新工具了。四眼说想要铁球，老王只好让他先用。他拿着铁球就开始砸石块，再试了几次后，真的砸掉了一大块，还得到了1颗绿钻石。他赶紧拿到主持人那，重量达到10克，可以兑换新工具了。他选择了一把斧子，然后接着用斧子砍石块。老王也学着四眼用铁球撞击石块，来回几次，他也拿到了1个绿钻石，兑换了新工具斧子。他在边缘砍来砍去，又发现了1颗绿钻石，于是他拿起斧子和榔头一起敲击石块，不一会就拿到了第2颗绿钻石。但他并不能解锁新工具，因为没有到达25克，他需要继续努力。这边大壮也拿到了斧子，并且还发现了1颗红色钻石，他在边缘小心翼翼地敲打，并不想弄坏这第1颗红色钻石。眼看露出的地方越来越多，大壮加快了速度，很快就拿出了那颗红色钻石，再加上1颗绿钻石，让他成功解锁了新工具。大壮选择了重达20磅的大锤子，连主持人都表示这也太重了。大壮拿到斧子之后更加的卖力，一巴使下去，竟然得到了2颗绿钻石。大壮决定加快速度。看到大壮解锁了新工具，四眼也着急了，他用斧子使劲敲打石块，也拿到了3颗绿钻石，重量一下达到25克，也解锁了新工具。他选择了一把镐头，一镐头下去，碎块到处飞，一不小心竟然砸碎了1颗红宝石，连主持人都觉得可惜。再看大壮这边，他已经使出了洪荒之力，那大锤子一下也没有停歇，很快又得到2颗钻石，再拿到1颗红钻石，就可以解锁最后的工具。他接着敲打石块，就那么几下又得到1颗红钻石，而且完好无损，重量一下达到了50克，解锁了新工具电钻。有了这个神器，看来答案很快揭晓。再看四眼那边，看到大壮在使用电钻，已经顾不得再分你我了，他们决定一起拿钻石。2个人也很快达到了50克，他们也选择用电钻。鉴于2人都有电钻的使用权，所以每人只能使用1分钟。轮到老王使用电钻了，现在开始不再寻找小钻石，他们的目标只有那颗大钻石。很快1分钟时间一到，电钻又再一次回到了大壮手里。大壮的蛮力在这一刻派上了大用场，他用电钻把周围的混凝土弄掉，不一会的时间就成功拿到了那颗大钻石。早就告诉四眼他们，2个人的力气哪有1个人的大，他们非不听。恭喜大壮赢得了100万大奖。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用什么工具呢？9岁的小明被关进了积木牢房里，还给他列出了5大罪状：吃垃圾食品被关8小时，玩游戏关起来2小时，饭前不洗手4小时，不写作业2小时，不做家务8小时。最终决定把他关进积木牢房24小时。小明表示不服气，你们觉得该不该关他呢？只有完成挑战才能缩短离开的时间。
不然就会在里面过夜。如果乖乖听话，那就不是熊孩子了。但是这么大的小人根本打不开牢房，他又把目标转向了看门的老王。你这把配枪不错，能给我看看吗？没等老王同意，他就抢了过来，然后威胁老王赶紧放他出去。幸好里面没子弹，不然一世英名就要毁在这个毛孩子身上了。老王准备小睡一会，小明趁机去拿他的武器。被惊醒的老王吓了一激灵。这时白毛走了过来，真是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。小明表示他也想吃，想吃的话自己选择吧。白毛准备了4种食物，用瓶子滚到哪里就吃哪个。小明轻轻地松开了手，瓶子停在了巧克力蛋旁边。这运气也太好了，竟然选到了我喜欢吃的。接着开始第2个挑战，3种奇怪的食物，还有1部手机。如果滚到手机就可以玩上10分钟，选到奇怪的食物就要涂在脸上。小明决定为了手机拼一下，一口气把纸筒吹到了蛋黄酱的旁边。小明只好把它涂在了小脸上。接着开始第2次，还是蛋黄酱，这么邪门吗？不服气的小明开始了第3次，这次终于选到了手机。拿到手机的小明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，没想到接电话的正是老王。搞什么鬼？这么近的距离还需要打电话吗？老王果断挂断了电话。剩下的5分钟，小明决定玩会游戏，既然跑不掉，还不如放松一下嘛。接下来是放风时间，老王把他带到了后花园，这次他们要比力气。老王费劲地举起积木做的杠铃，展示他强壮的2头肌。小明很不屑，让他加上2块再举起来。惊人的小力量差点压死老王，2个人费了好大劲才能搬得动。第3个挑战是比手速，在巴掌上挤上奶油，手速慢的就会拍在脸上。惩罚也是同样的方式，2个人同时开始。小明反应很快，只用了3秒就结束了比赛。白毛很茫然，怎么会输给一个小孩呢？他也受到了惩罚。玩了这么久，小明也饿了，他让老王去拿2片披萨，就会分给他1片。老王觉得很划算，难道一个人吃完它不香吗？看来老王的想法不一般。吃完之后2个人都睡着了。白毛看到老王在上班时睡觉，决定惩罚一下他。除了吃就是睡，你还会干什么？白毛决定炒他的鱿鱼。接着开始第4个挑战，白毛拿来一个玩具，用手中的铁环穿过迷宫，如果碰到铁棍就会发出声音。每人有3次机会。小明开始尝试，很快就失去1条生命。真的有这么难吗？你们玩过吗？小明挑战失败了，白毛决定惩罚他，往牢房里扔很难闻的东西，每一次都没有砸到小明，和他完美的错过了。这时小明准备打开巧克力蛋饱餐一顿，竟然发现里面有一个类似小刀的积木，或许这个可以帮他逃出去。他试图切开牢房的扶手，还真被他切开了，赶紧爬上去跳了出来，就在白毛的眼皮子底下逃跑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小明的这些坏习惯你中招了几个？会被关多久呢？3个人被困在积木牢房里，只有完成乐高人的挑战才能获得自由，不然就会永远的困在里面。里面的床是积木做的，就连马桶也是积木组装。3个人既兴奋又紧张。这时乐高人老王分给他们8块积木，让他们戴上乐高手套搭积木，谁先搭完就能加上1分。3个人赶紧开始搭积木，但是戴上乐高手套也太笨拙了，不管他们怎么搭都会应声倒下。最后竟然是大伟首先搭好了积木，大伟得到了1分。接着开始第2个挑战，老王分给他们每人10盒积木，按照多米诺骨牌的方式让积木倒进盆里，率先完成的加1分。他们手忙脚乱地开始了布局，大伟和小特几乎同一时间完成了任务。再仔细一看，大伟竟然作弊了，所以这1分是小特的。老王奖励他一个汉堡，这也是积木做的，除非是铁齿铜牙，不然谁能吃得下？第3个挑战是通过声音识别积木的数量，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。他们晃动着每一个盒子，感觉重量差不太多，在老王的催促下，很快就完成了排序。小特挨个打开他的盒子，只错了1盒，大伟的也是错了1盒。再看白毛，竟然1盒没有错，所以白毛赢得了1分。第4个挑战是晒袜子，只要把袜子扔到2米之外的杆子上，挂的最多的就能加1分。袜子很轻，杆子很远，所以他们很难完成。扔来扔去，白毛在最后一只时才挂了上去。小特用力扔到了积木上，老王表示这样也算，而大伟就比较聪明了，他把袜子的末端打湿，再把2只袜子系在一起，果然成功扔了上去。看来脑子是个好东西，所以大伟又加上1分。这时老王拿来1箱积木，最短的时间组装最好看的就能加1分。3个人赶紧撕开了箱子，开始抢零件。小特直接选择了一个乐高小人。1分钟后，老王开始验收作品，白毛拼了一个波波乐，大伟的是简易版的小黑人。当看到小特的人偶时，老王直接生气了，你这是捡的现成的，哪里有什么创意？所以这一轮白毛赢了，他又加上1分。目前大伟和白毛的分数一样多，但是不知道会先放了谁。这时白毛想到一个好主混乱，等老王赶来时，趁他查看伤势时，大伟顺走了他的钥匙，
这时老王宣布，白毛和大伟可以出去了。他们没想到这么快，而小特要一直留在这里。大伟在走的时候丢下了钥匙，小特很激动，他决定再待个10分钟离开，就不会引起人的注意。眼看四下无人，小特赶紧打开了牢门，逃跑了。不得不说，小特也太鬼精了。2个小伙被关在积木牢房里，谁先从里面逃出来就能赢到奖金，不然就会一直困在里面。看守的人员是2个女生，她们肆无忌惮地开始砸墙，幸好手上戴着手铐，力气被限制了5成。熊二威胁他们赶紧打开手铐，大美却不慌不忙地打开了熊大的手铐。熊大受宠若惊，而熊二却很郁闷，难道我长得没有他帅吗？这么偏心。2兄弟无聊地在牢房里转起了圈圈。熊二突然肚子饿了，他问有没有吃的。小美想了一下，应该有，于是拿来了一盒披萨，但是这么大的披萨盒子里只有1个辣椒和1口披萨，有吃的就不错了，你还挑？熊大拿了1根辣椒，也只能吃口这个垫吧垫吧了。熊二一边吃一边大叫，就不能给口水喝吗？大美和小美还真的拿来了水，熊二不敢相信他们会这么好心，但还是忍不住喝了一口。当听到水的来源时，熊二差点原地去世。熊大很庆幸自己没喝，他们也太坏了，这么小的空间什么东西都没有。2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，大美拿来一些积木让他们打发时间。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吗？谁会无聊到玩积木？熊二忽然想到一个主意，可以把积木当梯子，看能不能爬出去。大美看他戴着手铐不方便，于是扔给熊二一把钥匙。熊二终于解放了双手，他们把搭好的积木放在墙边。熊大踩着积木往上爬，但是那积木一点也不结实。熊二提议可以踩着他的手往上爬，还好熊二很强壮，把熊大拖了上去。眼看着就要自由了，却惊动了看守人员，熊大再次被抓了。这次他要被带到更结实的牢房里，为了防止熊二逃跑，只能给他戴上手铐，但是却被铐在了栏杆上。2位门卫接到通知，着急的走了。熊二被困在杆子上不能移动，回头看到了地上的钥匙，赶紧用脚捡起来，打开了手铐，双手又一次自由了。他开始撞击墙壁，没想到积木做的牢房竟然这么结实。熊二想不到好办法，竟然在牢房里睡着了。一觉醒来就到了晚上，黑漆漆的，一个声音都没有。难道他们都走了？熊二很怕黑，他只想赶紧离开这里，于是用力的踹向积木墙。这次终于踹开了洞口，熊二激动的拆掉积木，洞口越变越大，很快积木墙就分崩离析了。但是熊二还是不解气，困了他那么久，他要把这些积木全部拆掉，直到手累了才离开。熊二终于自由了。不得不说，熊二也太聪明了。如果是你，会用什么方法逃出来呢？积木做的别墅有多舒服，只要完成房东的挑战就能免费住在里面，失败就会被丢进垃圾桶。每个房子里有10件物品，完不成挑战就要拿走1件，剩余物品最多的就能赢到漂亮的积木房。小特选择了3楼，里面很干净，还有舒适的床垫和枕头，标配的10件物品可以打发无聊的时间。小特表示很满意。白毛选择了2楼，里面有1张充气床垫，地面上还有很多灰尘，配置的10件物品很简陋，不过还好，他还有和朋友们的合照陪着他。大伟选择了1楼，里面的床垫很小，就连桌子都是纸板做的，还有老款的录音机和游戏机，唯一的优点就是不用来回爬楼梯。这时房东拿来1袋食物，从3楼往下派送。小特挑挑拣拣，觉得每一个都很好吃，于是把重复的麦片留给了2楼，只有1包麦片了，白毛也只能吃这个。大伟就倒霉了，到他这里只剩下1个空袋子。这时老王拿来3块板子，在上面画一个长方形，分别交给他们，再来1把螺丝刀，让他们在安全的前提下各做1个窗户，谁先做完就能保留物品，其他2人就要拿走1件。3个人很努力，但是螺丝刀也不好使。白毛扎了一圈后，用手撕开了窗户，率先完成了挑战，所以大伟和小特失败了。大伟交出了飞镖盘，小特拿出1本书，接着开始第2个挑战。老王给他们每人3张壁纸，只有1张是他喜欢的，谁能猜中就能保留物品。小特觉得老王肯定喜欢绿色的壁纸，于是他把绿色粘在了墙上。大伟觉得他肯定喜欢奢华的壁纸，于是他选择了黑色的圈圈，而白毛却认为老王喜欢卡通的。等他们粘好以后，老王也开始了检查，挨个看了1遍后，他拿出来喜欢的壁纸。大伟很激动，他竟然蒙对了，所以小特和白毛必须拿出1件物品。接下来老王让他们邻居之间共同做一个游戏，1人失败3人承担，把装满水的杯子从楼下拿到楼上，再拿下来就算完成。说着老王又加上1套茶具，大伟小心地递给了白毛，明显重了很多。白毛再把杯子传给小特，然后再原路返回，杯子没有掉落。老王再加上1套茶具，3个杯子叠起了罗汉，不但很重，平衡也很难掌握。大伟刚举起来就失手摔破了1个，他们挑战失败了。3个人各拿出1件物品交给了老王。这时白毛和大伟还剩下8件物品，小特只有7个了。老王又拿来3个垃圾桶，每人1袋垃圾，把手里的垃圾扔进正确的垃圾桶，投进最多的就能保留物品。他们检查了一下垃圾袋，
里面有塑料、玻璃和坏水果，然后开始分类。这么远的距离很难投进去。大伟虽然投进了，但是却投错了箱子，连续投了5次。白毛投进去1次，小特投进去2次，大伟投进了3次，但是每次都是错误的。垃圾分类错误很严重。屏幕前的你知道怎么垃圾分类吗？老王决定只拿走大伟的物品，接着开始下一个挑战。老王准备了3杯饮料，等他们蒙上眼睛之后，在一个杯子里加入辣椒酱，让他们蒙眼选择一个喝掉。小特选择了左边的杯子，喝了一口就吐了出来，这也太辣了吧。白毛选择了中间的杯子，尝了一口才发现里面有辣椒，但他没有吐，而是咽了下去。明知道是辣椒，白毛还是捏着鼻子喝完了它。大伟选择了右边的杯子，喝了一口也是很辣，但他还是坚持喝完了。答案很明显，只有小特没有喝下去，所以他要拿出一件物品。下一个挑战让他们做一个人工排水管，桶里面的水超过一半就算完成。3个人从上到下摆好了渠道，水流顺着管道淌进了水桶里，很快就完成了挑战。这一次没有扣分，但是别高兴太早，老王又拿来3个惩罚的桶，只有一个最严重，如果不幸选中就会直接被淘汰。他们瞬间紧张了。大伟选择了蓝色的，里面是过期的火腿，老王爽快地倒在了大伟的头上。白毛选择了红色，里面装满了积木，同样倒在了白毛的头上。小特选择了绿色，里面是半桶粉末，倒在他的头上，狼烟滚滚。小特吓坏了，显然他选中的很严厉。老王让他马上搬出去，把他丢进了垃圾桶里，变成了流浪者。老王总结了一下剩下2人的成绩，大伟比白毛少了1件，所以大伟也被淘汰了，他也被丢进了垃圾桶，变成了流浪汉。恭喜白毛赢得了积木房子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想住这样的房子吗？1000的积木做成的牢房有多结实？但是只要打开它就可以拿到10万美金。积木的材质就是很厚的硬塑料，而且每块积木都有钢棒加固，所以想要打开它并不容易。挑战时间只有1个小时。大壮身上的铁链有2把锁，四眼和老王必须光着脚走过铺满积木的路面，拿到桌子上的钥匙，才可以帮助大壮解脱这些铁链。虽然积木割的脚很痛，但是他们还是成功打开了大壮身上的铁链。恢复自由的大壮拿到了第1个工具——铁球，他往积木墙上扔了几次，只砸开一条小裂缝，然后换了一把小刀，他狠狠地刺了进去。但是这塑料不但很硬，还很有弹性，并没有想象中简单。于是主持人让他们开始第2个挑战，只要打破灌满水泥的积木，拿到里面的钥匙就可以解锁新工具。四眼和老王2人1人1块，他们使劲砸了几次，那灌满水泥的积木又重又硬，他们又合力去砸1块积木，很快水泥积木便分成了小块，然后他们再挨个击破。老王拿到了第1把钥匙，然后四眼也紧随其后，拿到了第2把钥匙。他们解锁了一堆新工具。大壮拿着工具就开始砸积木，尽管他把工具用了一遍，也只是在积木墙上留下一些伤痕，并不能穿过它。于是开始第3个挑战，四眼和老王必须吃掉积木里的食物，才可以解锁新工具。第1个食物是牛舌，2个人看了一眼，果断地放进了嘴里。第2个食物是小章鱼，老王一口塞进嘴里，吃着很香。Oh my god！ 四眼表示这东西不能吃，主持人告诉他时间不多了，四眼只能塞进嘴巴里吃掉了。第3个食物是鸡爪，老王拿起来就放进了嘴里，吃着还很香，让我都有些怀疑，这老王该不会是隔壁老王吧？大壮也得到了一堆新工具，他用棒球棍试了几下，效果还不错，于是准备加大力度。Oh my god！ 却弄坏了棒球棍，主持人在一旁很心痛，说这是他最喜欢的工具。于是大壮又换了一个狼牙棒，在里面使劲砸积木，碎片到处飞。这时开始第4次挑战，四眼和老王必须砍开木头，拿到里面的钥匙，才可以解锁新工具。比赛还剩下25分钟，他们必须加快速度了。2个人在木头中间使劲砍着，很快2个人拿到了2把钥匙，大壮也得到了一堆新工具。但是时间只剩下15分钟了，他拿着镐头开始砸积木，几次发力都在同一个地方，很快中间的积木被砸空了。接着他又拿起锤子使劲锤，成功锤掉了一根钢棒，然后继续锤同一个地方。那积木墙就这样被他锤倒了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挑战。如果是你，会选择什么方法呢？下一个挑战，逃出坚硬的箱子。